他穷的只能喝5毛钱的啤酒，却把所有积蓄都压在了一只垃圾股上。可就是这只垃圾股，竟让他的身价一度达到了惊人的4700万美元。他不仅将华尔街的金融大鳄拉下神坛，还引发了美国股市上史无前例的大卡空事件，甚至还惊动了美国国会，却被散户们称为股市的一段传奇。而更传奇的是，这既是真人真事，而引发这段传奇的主角维克，却只是个保险公司的普通小职员。他业余时间最大爱好就是系上他那标志性的红色头巾，在油管直播分享他的炒股心得。而他看中的那只垃圾股就是游戏驿站的股票。当初在华尔街投行上班的发小，得知他用所有积蓄买了这只股票后，立马觉得他疯了，劝他赶紧卖掉，因为这只股票在3年间已经连续下跌了 90%， 其公司都快倒闭了，只有傻子才会买他的股票。可维克却觉得他的股价被严重低估了。虽然游戏驿站公司业务受到了互联网冲击，大幅缩水，可也并非所有顾客都跑去玩网游了。事实上，仍有1/4的忠实顾客会到门店购买新游戏和二手游戏。他判断股价下跌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华尔街的基金公司在趁人之危恶意做空，试图将这个曾经的电视游戏业巨头搞垮，好一拥而上，吃干抹净。而事实上也正如他所料，当时华尔街有3大对冲基金，分别是城堡基金、72资本和梅尔文资本，而其中最大的就是梅尔文资本。他的老总普罗特金当时才36岁，就坐拥了100亿资产，就是他在过去6年间持续做空游戏驿站的股票，将其股价从28美元硬生生地打压到了4美元一股，他则从中赚的是盆满钵满，搞得游戏驿站的总裁都换了6个。根据维克的判断，既然游戏驿站的股票被做空了 140%， 那散户买的越多，空头就亏得越狠。只要散户抱团齐心协力把股价抬起来，就能搞死空头大佬，并且能大赚一笔。在美国论坛上，很多散户都非常认同维克的观点，相继跟随他买入了游戏驿站的股票，一时间竟让其股价从 4.1 块一路涨到了10块。可看到散户入场后，普罗特金却不屑一顾，在他看来，散户就是韭菜，他们也被华尔街视为最好赚的笨钱。于是他反而又追加了60万股，继续做空游戏驿站，坐等股价下跌，到时他就能疯狂收割笨钱。可他万万没想到，此举却正好证明了维克的判断，让散户们认清了资本家的险恶用心。而且他的这一操作无疑是正在向游戏驿站宣战。散户们这下被彻底激怒了，于是揭竿而起，纷纷购入股票。这是不为赚钱，只为用自己的钻石手扳倒华尔街的资本家。网友们在网上互相打气，并且呼吁所有人都来买这只股票，只要每人出几百几千反击，就能打趴这些不把他们当人的华尔街精英。这股浪潮迅速席卷股市，跟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样，俨然成了一场革命斗争。这个负债4万5千美元的护士立即响应买入股票，只因他看清了让自己生活如此不堪的就是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而这个游戏驿站的店员小哥已经因为生意惨淡，几个月没发工资了，而他却毅然将仅剩的136美元全买了股票。而这个大学生虽然已经背负了高昂学贷，可以将仅有的积蓄全买了游戏驿站，只因他爸曾在一家超市当经理，可后来超市被华尔街基金买下，洗干抹净后就宣告了破产，害得他爸失去了一切，连退休金都没了着落，直到去世前都还在10元店辛苦打工。他也因此早早背上巨额学贷。如今他坚决要跟这些华尔街人渣斗争到底。在2020年疫情肆虐下，美国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冷清的圣诞节，而维克则端着酒杯跟网友们汇报，游戏驿站的股价直接比去年夏天翻了近5倍，散户们都欢欣鼓舞，扬言要让股价涨到月球上去。维克也得到了股民们的尊敬。在如此寒冷的冬天，散户们抱团取暖，没让资本家占到任何便宜。然而在如此大好的局面下，却暗潮涌动着致命的隐患。散户们之所以能用几块几十的零钱买股票，就是因为他们用的罗宾汉交易软件免收手续费，甚至连银行账户都不需要就可以买卖股票，这极大地降低了参与股市的门槛。这一优势也让他半年内就猛增了2000万的用户，创始人也信心满满地准备上市。而他们之所以不收手续费还能盈利，只因他们的商业模式股票买卖盘传递，就是用户用罗宾汉买入股票，订单还给造市商帮忙下单，每笔交易罗宾汉都会拿一点回扣，虽然费用极低，但积少成多也让他们赚翻了天。可巨大的隐患就埋在这个商业模式里，因为跟他们合作的造市商就是华尔街的城堡证券，也就是说散户的命运依然攥在资本大鳄手里。可到目前为止，游戏驿站的股票还在持续飙升，并且这股疯涨几乎是不可遏制的，因为空头的股票是借来的，他们必须按时还上才行。
可股价上涨的话，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高价平仓，而他们买回股票的行为反而会刺激更多散户进场，就会出现和做空相碰的轧空现象。维克见此情形也是举杯庆祝，称散户们就要彻底翻身了。他的股票如今也已涨到了惊人的1100万美元，可他依然坚决不卖，而股民们看他不卖，也纷纷攥紧了钻石手。只要他们坚持不卖，空头就不得不以更高价格平仓，进一步推高股价。如此一来，游戏驿站的股价就会不停上涨，做空的资本家也就会一直亏钱，而散户们则会大赚特赚。这也完全成了两个阶级的战斗。相较于一无所有的散户们，这些避险基金的大佬都是含着金汤匙出身，生活在金字塔的顶端，每天顶级牛排配松露，出入各种高端俱乐部，经常还会搞个游艇趴。而当他们搂着这兔女郎问他们为啥如此有钱时，他们就会得意地说，因为韭菜太好割了，笨钱太好赚了。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就算是小虾米，只要足够多，一样能玩翻大金鱼。就在各界纷纷推测股市即将出现大卡空时，普罗特金却不以为意，反而预测游戏驿站下周就会暴跌，只因他认为散户都是利己主义，一定会见好就收，很快就会套现离场。一旦人们纷纷跟进卖出，股价一定会滚雪球式的彻底崩盘，并且自从开始以来就没有一次轧空成功过。可出乎他的意料，隔天游戏驿站的股价竟再次持续飙涨，更多散户进场狂买，并且持有散户也坚决不卖，导致游戏驿站股价一路飙升了 103%。普罗特金这下彻底慌了神，迎接他的就只有爆仓了。散户们疯狂购入股票，一个月就把股价推高了 220%， 到了月底竟整整暴涨了 581%。显然做空这样的股票无疑是自寻死路。 Babe, how much did we make today? $5 million? And yesterday? $4 million? Babe, Yeah. we're like really fucking rich. How much did we lose today? $1 billion. And yesterday? $1 billion. 短短一个月，梅尔文资本就赔了整整68亿美元。电视台立即采访了普罗特金。I want to get right to it. From what I'm hearing, you guys are bankrupt. No, what? No. 虽然嘴上说没事儿，可他早已满头大汗，甚至在直播前10秒就心虚地挂断了和主持人的连线。眼瞅着公司就要倒闭，他无奈只能拉下脸来跟其他2个基金公司借钱救急。不料他们一出手就是30亿美金入股，因为他们相信赚散户的钱就没有失败过。800万散户也没想到有钱人出手竟如此大方，30亿资金的注入立即让股市出现了波动。家人都在劝维克卖掉股票落袋为安，虽然此时他的股票估值已高达2000多万，可他依然坚决不卖。众人纷纷不解，只有他的妻子知道他为这只股票付出了多少心血。在维克的带领下，散户们也都坚持不卖。股价小幅跌落后，竟再次迎来了持续暴涨，每股竟从140美元涨到了350美元的历史新高。就连白宫也在关注这一事件。在这种局面下，资本家终于绷不住了，开始动用资源，使出了阴招。他们先在媒体上造谣，声称维克是这起事件的幕后推手，利用内部消息哄抬股价，扰乱股市。不料却适得其反，股民们反而开始称维克为股神。眼瞅这招没用，他们竟狗急跳墙，拔了散户们的网线，关闭了股票论坛，试图阻止他们私下交流。维克也被公司开除，可一家老小都要靠他养活，这下可如何是好？而且他的直播主页也被封禁。如今散户们看不到维克的动向，一时间陷入了恐慌。而证券结算公司也突然要求罗宾汉必须提供30亿保证金结清交易金额，否则就会被立马关停。可他们只有20亿资金，而且眼瞅就要上市了，罗宾汉的老总顿时慌得一逼。隔天，散户们就惊恐地发现，他们不能再买入游戏驿站的股票了。原来是城堡证券逼迫罗宾汉的老总，只要关闭游戏驿站的股票交易，就让证券集团公司把保证金降到7亿。罗宾汉老总无奈只能就范，隔天就以保证金不足为由关闭了股票的买入按钮。媒体也借机给散户们制造焦虑，鼓励他们尽快抛售手里的股票，否则将彻底赔惨。在资本的这波操纵媒体、捏造谣言、拔掉网线、逼迫罗宾汉制造焦虑的攻势下，散户们终于出现了恐慌性抛售。游戏驿站的股票也从最多的483美元一路狂跌到了140美元。罗宾汉无耻的背叛用户，被股民们堵在门口痛骂，网民们也纷纷指责他在抢小股民的钱，劫贫济富。眼瞅局面愈演愈烈，逐渐失控，国会金融安全委员会立即对此次轧空事件展开了调查。
维克就在家门口收到了国会的传票，他被怀疑是哄抬股价造成股市波动。同时被传唤的还有罗宾汉城堡基金和梅尔文资本的老总。有钱人出事，有专业律师为其逐字逐句修改发言稿，而维克只有完全不懂行的家人在陪他练习。而且金融大咖都有总统候选人做靠山，而维克则毫无背景可言。就在实力如此悬殊下，2021年2月18日，关于游戏驿站尬空事件的听证会还是如期举行了。晨报基金老总甚至请了顶级律师团前来助阵，却第一时间就被议员发现，律师们只能尴尬地赶紧离场。面对议员提出的是否逼迫罗宾汉公司限制投资人买进游戏驿站股票的质疑，他也是毫无廉耻地予以否认。而普洛特金面对议员的提问更是紧张到连麦克风都忘了打开，这荒谬的丑态顿时引来网友的嘲笑。罗宾汉的老总甚至唏嘘到发抖，对于议员的犀利提问，他也是答非所问的自说自话，立马引来围观群众的一片嘘声。反观维克则表现得从容淡定，有理有据。他说自己出身贫寒，根本不认识什么大佬，大学毕业后就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利用这段时间自学了投资理财的专业知识，发现证券公司有不按时交易等一系列的违规操作，有刻意操作的做空手法。股市本来是让大家公平竞争的，只要足够聪明再加点运气就能赚到钱。可如今大公司拥有科技和资讯的绝对优势，这股市里小人物早就没了希望。他之所以持续关注游戏驿站，只是单纯的喜欢这只股票。 I like the stock. Gangsta for that. And I don't plan on selling anytime soon. Diamond fucking hands. Diamond hands, baby. 虽然维克的回答赢得了网民的心，可游戏驿站的股价依然在下跌，可维克反而又买了更多的股票。看到他3000多万的股票依然坚持不卖，股民们也纷纷买入，股价1周内又大涨了3倍。店员小哥如今身价18万美元，再也不用受这个变态经理的气了。2个大学生也都赚了27万美金，足可以顺利完成学业了。而护士的负债也已不足1万美金，可他依然坚持不卖。而梅尔文资金在亏损数十亿美元后，于2022年关门大吉。6个月后，罗宾汉和承包2家公司老总的短信被公开，证实在暂停买卖前一天，他们都参与其中，并且进行了大量讨论。1个月后，调查完成，维克没有遭到任何指控。他于2021年4月16日最后一次发帖后就退隐了江湖，但他发起的运动才刚开始，华尔街再也无法轻视这些笨钱。这就是游戏驿站嘎空事件的整个过程。那么今年你买的股票涨了吗？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